一天夜里啊，一个毛贼在众人的追赶之下呢，躲进了一座庙里。慌乱之中，一不留神撞倒了一尊泥像，自己呢也摔了个四脚朝天，眼冒金星。恍惚间，只见这青脸红胡子的泥像啊，竟然是一跃而起，对自己晃了晃手中的一口大刀，眼珠子一瞪，喊道：“小子，你竟敢撞我！”说完，气势汹汹地扑了过来，要夺他的性命。这是清朝的一件真人真事儿。小偷呢名叫大拿，原本是个要饭的，日子过得是苦哈哈啊。后来呢觉得要饭这行实在是没什么前途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不如改行当小偷算了。这天听说临镇有户人家清明节要扫墓，一家老小要离家3天。大拿一听那是美滋滋啊，这不是送上门的肥羊吗？这户人家家境殷实，可有一点，这男人都短命，就剩下这老中青3代寡妇和一个尚未出生的娃娃，全家的香火就都落在这肚子里的孩子身上。这天夜里呢，大拿是翻墙入院，没料到这一家子人没全都走留下了小寡妇和老妈子2个人在家看家。此时2人呢正拿着灯笼在院子里仔细地检查着门窗。大拿只好是暂时躲进了寡妇的房间，等时机呢好脱身。检查好了房门，主仆2人回来了。女子在灯油之下看书，没一会儿的功夫这老妈子抻了抻腰，打了个哈欠。哎呀，您瞧瞧，我这贪嘴多喝了2杯，现在犯困。少奶奶我看您也别看书了，上床早点休息吧。说完这话呢，老妈子是边伸懒腰边往外走，来到了门口，朝左右点了点头，便虚掩了房门，转身离开了。大拿正寻机脱身，忽然呢，一个男子是推门而入，这可把躲在暗处的大拿吓了一跳，心想：难不成今儿这是撞见同行了吗？小寡妇见有陌生人闯了进来吓得是花容失色，刚要起身，这男子是快步上前，一把将她搂在怀里，意图不轨。小寡妇是不断的挣扎，高声呼唤老妈子却无人应答。突然一把明晃晃的匕首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。小娘子，今晚你要是不从了我，我可就弄死你！小寡妇是面无惧色，顿时是柳眉倒立，心目圆睁，大声怒斥：好你个淫贼呀！我是世代清白，我今儿就是死在这儿，你也休想得逞！躲在暗处的大拿这下算是看明白了，心想今儿这是遇到采花的淫贼了。眼见情况危急自己也是顾不得许多，趁他不备呢，猛然从身后窜了出来，一把夺过匕首，反手冲着男子的面门就是一刀。就听哎呦的一声男子是应声倒地。这小寡妇彻底看傻眼了，心想：我的天爷，我这屋子里到底藏了多少个男人呢？趁着小寡妇愣神的功夫大拿是快步冲出屋门扯着嗓子就喊：快来人，快来人呐，抓贼！街坊四邻全都跑了出来，贼在哪儿呢？众人是看来看去，目光可就都集中在大拿的身上。你是谁呀？大拿这才回过味来，只好是尴尬的笑了笑。按说呀，我也是贼，不过呢，这有个更坏的，你们赶快跟我来。众人呢是紧随大拿进了屋，只见地上躺着个人，额头是鲜血直流，所幸无性命之忧。围观的人中有人一眼就认出此人是隔壁的邻居见众人一脸疑惑呢，大拿把自己看到的全说了出来。话音刚落呢，原本一言不发的男子此时是突然开口，声音颤抖：乡亲们可别听他一派胡言分明是他与这寡妇有染，我是为了捉奸他被我发现是恶人先告状，栽赃陷害。眼看这剧情反转之快，众人一时之间也没了主意，于是大家伙是七手八脚的把这2个人都给绑了，等天亮以后一同送往官府。
大堂之上呢，大拿将昨夜发生的事情那是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出来。为了进一步洗脱自己的嫌疑呢，索性也将自己这一年的偷鸡摸狗的事儿也一股脑的全都招了。县官一核对到案簿啊，发现大拿呢确实所言不虚。在这县官的严刑拷问之下，男子很快便招架不住，吐露实情。原来啊，他早就对少妇是垂涎三尺，于是呢，提前贿赂了老妈子，给自己留了门缝。当晚，本打算趁妇人家中无人伺机行动，却没想到中途杀出来个大拿，坏了自己的美事儿啊！听到这儿，县官是勃然大怒：大胆淫贼，你是心术不正啊，竟敢诬陷他人，定要重重责罚。这老妈子呢，也受到了惩罚。至于说这小寡妇啊，因为坚持贞洁，受到了县官的表彰，大拿呢则免除罪责。出了衙门之后的大拿是重操旧业。这天晚上啊，正在一户人家行窃，怎料呢被主人发现，只好是拔腿就跑。后面一大群的家丁护院是紧追不舍，跑着跑着，一个不留神，大拿呢扎进了死胡同。眼看前方是无路可逃，急的是团团乱转。突然呢，看到一处破旧的小庙，急忙翻墙而去，低头就往这神案底下钻。于是就出现了咱们视频开头前的那一幕啊！慌乱之中呢，将一尊泥像啊给撞倒。不想这泥像啊是个厉害的主，跳起来挥刀就要取他的性命。这性命堪忧之际啊，大殿之上突然传来了一声威严的呵斥声：“住手！此人曾保全过妇人的节操，维护了家族的延续，因此啊，阴德浩大。天帝赐他后福，你们这些鬼族胆敢祸害他！”接着有天兵将泥太的头发给薅住，狠狠地打了几百下，又把这大拿传呼上去啊，并告诉他，这庙门前呐有这么一块涂了红漆的地方，那里有金子给你。大拿是连忙道谢，恍惚间还真看到台阶下有一大堆金子。正要下台阶去捡，猛然两脚一踏空，醒了。自己一叹气，原来是一场梦啊！抬头一看呢，天边已经是微微发亮，透出了一丝曙光。再想起刚才的情景啊，不自觉的顺着台阶往下走，低头瞅了瞅，就只捡到一枚康熙年间的铜板而已啊！自己呢也笑了笑，估计是鬼呢在戏弄自己。不过呢，还是把这铜钱给捡起来，看看呢，天快亮了，就起身继续上路了。走着走着，大拿呢来到了一个小镇，自己提鼻子一闻，顿感腹中饥饿难耐。原来路边有人卖烤红薯，香甜可口，馋的大拿是直咽口水摸了摸身上，刚好用捡来的铜板呢买了这么一块红薯，坐下来是大口大口的啃着烤红薯。对面呢来了一个老头，也买了一块红薯，坐在自己的旁边。这老头急匆匆吃完之后呢，就起身就走慌忙间呢把一个搭链落在了那儿。大拿眼尖，哟吼，这不是那老头的吗？见四周没人注意自己把这搭链放到自己的腿上，拿手轻轻的挑开，这么一看，傻眼了。里面是足足有2大锭的黄金，100余枚的银元和铜钱，还有4本账簿。看到这儿大拿着心呢都快卡到嗓子眼儿这儿了，这一辈子也没见到这么多的钱，赶忙将搭链藏好，心想难不成昨晚的梦是真的，真有神明眷顾我吗？可转念又一想，就算是天降横财，自己也不能昧着良心呢。不如就坐这儿等吧，估计这老头一会儿就得回来。可左等右等也不见老头的踪影。这一旁卖红薯的老板可就不耐烦了，我说怎么着，你这1文钱的红薯打算吃1天呢？听老板这么一说呢，大拿也没搭茬顺手从搭链里呢取出了几文钱，又买了几块红薯是边吃边等。没一会儿的功夫呢，刚才的老头是满身大汗，急匆匆的赶了回来。一看到大拿，焦急的问道：“先生，您还没走啊？太好了，我刚才无意之中掉了一个搭链，不知道您见到没有？”大拿是嘿嘿一笑：“要不是等着还你东西，我早就走了。
说着呢，就把这搭链呢递给了老头。里面的东西啊都还在啊，只是借了几文钱买了点红薯吃，您可别介意。打开搭链这么一看呢，东西还都在啊，这老头算是松了口气，赶忙道谢：“这位恩公啊，您要是不嫌弃，这离我家呢不算远，您要是方便呢，不如到家中一宿。”大拿心想啊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便随口答应，一路跟着老头来到了一座大宅前，进到了一间呢宽敞明亮的客厅。老头进了内室呢，换了衣冠出来，对大拿是深行一礼：“恩公啊，我是湖北人，在这开木材厂也有些年头了。您看到我门前堆放着这些个各式木材了吧？不瞒您说，周边各县的木材行啊，都从我这儿分销，资本少说也有数十万，可多半都是赊贷，记在账簿上。幸亏恩公将这些个账簿如数归还，否则是不堪设想啊。这点薄礼还请恩公您不要嫌弃。”说着呢，就从怀中啊掏出了一袋金子，递给了大拿。大拿虽然生活落魄呢，不过为人耿直，死活呢也不肯收下。老头呢就问他：“恩公啊，不知您平时做什么营生呢？”这话呢把大拿问的是满脸通红。说来也惭愧，我呢也没啥正经的营生啊，自己就是个落魄之人，也没有成家。老头呢点了点头：“那您平时靠什么生活呢？”这么说吧，也不瞒着您，我呢是个贼。老头听罢并没有诧异：“哦，我听说这县城出了个义贼，行侠仗义，出手保全了一位女子的名声，难不成此人就是恩公您吗？”“对，是我。”大拿点头啊，痛快地承认了。老头一听是哈哈一笑啊，我说：“恩公啊，您真是侠肝义胆呐！今儿我算是见识了，您是见利不取，光明磊落，让人佩服。不怕您笑话，我这辈子积累的百万家业，始终啊找不到一个值得信赖之人。恩公啊，您要是不嫌弃，您就跟着我，我保证您是吃喝不愁，衣食无忧，总比做这梁上君子要好啊。”大拿一听，太好了，是喜出望外，连忙答应下来。别看这大拿原本只是个梁上君子，也能识文断字，也算是半个文化人，这老头呢也信得过他，干脆就让他负责收账。大拿干活呢也是谨慎缜密，2年过去啊，没有丝毫的偷懒。这老头呢膝下无儿无女，将大拿呢视作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对待。临终前呢，将家产全部都留给了大拿。继承产业的大拿呢，后来是子孙满堂，其中啊，有的后人在科考中是出类拔萃，官至道台、太守等高位，成为了当地的一家大户。这是清朝人汪道鼎所著的《坐花治国》中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因为故事的主人公呢曾是个小偷，有过一段不是很光彩的经历，所以原著中呢就称呼他为某甲。这是一个温暖的因果故事。虽然主人公呢是为生计所迫，不得不干一些个偷鸡摸狗的事儿，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坚守原则，实属可贵。最后作者坐花主人评论道：“这老天爷呢从来不会特别宠爱谁，但是对那些心地善良之人总是格外的照顾，即便是贼，只要是心存正道，也有翻身的机会。反之，那些个背离正道的家族，注定会走向没落的。”好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